的牛市提前上涨，会不会也提早结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那我们先把比特币过往的每一次牛市的顶峰呢，都给画出来。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每4年就一次的规律。那么其实4年呢，就完美符合了我们减半的周期。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2017年的12月来到了顶峰。那其实当时呢，有非常多人预测在这个位置会到达牛市的顶峰，因为我们在整整的4年前呢，在2013年的12月的时候，11、12月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呢，在2013年的12月呢，我们也来到了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顶峰，所以我们在4年后，2017年的12月来到牛市顶峰就非常正常。所以比特币它其实顶底呢都是有周期的。那我们再看到我们下一次，也就是再加上4年，2021年的12月。没错，我们也在那个时候附近呢，我们也来到了牛市的顶峰，大概在2021年的11月左右。那其实呢，我们纵观各项数据，包括从传统的技术分析，还有数据面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呢，其实牛市呢，它真正的顶峰呢，应该要算在2021年的4月。有非常多数据跟技术呢，都可以证明，其实当时在21年的4月呢，比较符合牛市顶峰的特征，那反而到了21年的11月啊，它比较符合在熊市的特征哦。所以，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再回去看，其实我们当时的这段上涨呢，它其实已经慢慢步入到熊市了，或者说这段的上涨它不太符合牛市要到达顶峰之前的特征。所以，我认为呢，虽然说我们在21年的11月，它创造了比特币上一轮牛市的最高的价位，不过呢，我们从技术上，我认为我们把这个4月左右就来到的顶峰呢，视为是牛市的到达顶峰的时间点，我认为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在21年的11月当时啊，它其实来到了最高点6万9，它其实也没有脱离我们前面大概在6万到7万左右的这个区间，所以我认为是问题不大的。那如果我们拿21年的4月就来到牛市顶峰，我们跟前面的几次牛市顶峰呢去做对比你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提前了，大概提早了半年左右。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一量的话，大概就是半年多一点点。那重点来了，我们这轮牛市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来到牛市的顶峰呢？如果根据我们过往的周期我们应该要把我们当时呢在21年的顶峰呢，再加上4年，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过去的4次牛市呢有的周期所整理出来的。那21加4就是25，所以我们会在预计2025年的11、12月左右来到牛市的顶峰。那你可以看到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左右，那就还有好一段时间的。不过我们都知道，我们这轮牛市呢，其实提早开始了。或者是说呢，它的上涨真的有提早。我们从熊市底部到现在呢，都是同一段的上涨。那其实我们在过往的牛市之前呢，我们都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震荡。像好比你看我们当时在我们21年的牛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从2019年的年中一直到2020年的年中这段时间呢，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区间内震荡。价格都没有有效的往上走。那我们再往前看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牛市上涨之前呢，我们都有一个很长的底部的区域，然后后面才往上走。那我们在2013年的牛市呢，我们甚至是直接分成了2段，它跟我们这次的牛市呢，都拼命的往上涨，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真的是不太一样。那我们中间虽然说有一定时间的震荡，不过这段时间的震荡呢，它也没有持续太久。我们来稍微测量一下它跟我们前面比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短，大概只有200天左右那跟前面随便一比起来，这都太短了。那其实我们从15500到现在呢，都真的是同一波的上涨。那这样就不由得人怀疑我们这轮牛市它既然提早开始了，会不会也提早结束呢？那其实我们这轮牛市呢，走的跟前面几轮呢，也都不太一样。不过这几轮牛市呢，它有走出一个趋势。这个我们在之前有帮各位统整过，那我们就直接说结论了。这个是当时在1个月前呢，我们就有把这个图表给统整出来也就是我们统计了减半前的涨幅，还有减半后的涨幅，并
并且计算出它的比值是多少。那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个比值啊，它是在不断的缩小的。你可以看到从大概6%一直到10%，然后一直到36%，它一直在不断升高。那这可以表示啊，我们在减半前的涨幅呢，它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那我相信我们这轮牛市呢，它也会是如此。那其实我们走到现在也就是如此，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距离减半还剩下24天。我们在减半之前呢，在熊市底部到减半之前的这段时间呢，疯狂的上涨，它就完美符合了我们之前所做的这样比特币牛市的趋势。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图表上来看啊，确实牛市它真的是偷跑了，牛市它上涨的波段呢，真的提前了。其实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是比特币的庄家，你会怎么做呢？比特币是有周期的，大家都知道它会上涨，那庄家他也要拉盘，那庄家要让绝大多数的人都上不到车，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让这轮牛市提前了，它的涨幅都提前了，那就会有很多人呢错过这个时机点，那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即使你知道它会涨，那前面就已经涨完的情况下呢，那么就可以让多数的人踏空。那其实我们过去这2轮牛市都有提前的迹象，你可以看到我们在21年，我认为是有提前的迹象的，因为我们牛市真正顶峰的特征呢是出现在4月，而不是大家所预测的11月。那我们今年的牛市会不会在我们去年的牛市的顶峰的基础之下呢，然后再往前提前呢？也就是我们21年的4月，对不对？我们再把它加4年，会都在什么时间点呢？大概是25年的4月。25年的4月听起来就很快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也到了24年的也快4月了，也就是大概在1年左右。如果我们是直接把上一轮牛市的顶峰呢直接加上4年来预测的话，那大概会在黄色线。但我认为呢，我们这轮牛市呢更有可能再往前一点点，更有可能再往前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前面这轮牛市我们在前面呢都有经历过震荡但是我们在这轮牛市呢它并没有出现什么太明显的震荡，就是一路的上涨，从15500到现在就是一路的上涨，中间都没有回调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呢，在这个黄色线的基础之下，然后我们再往前半年？因为我们上一次是往前的半年嘛，那我们这次会不会在上一轮牛市的基础之下再往前半年？那如果这么一算的话，就会非常的可怕咯，最快我们真的有可能呢，会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就看到牛市的顶峰。那我认为我们牛市的顶峰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呢，会落在黄色线到绿色线的这个区段之内。那你可以看到呢，基本上会落在我们今年的年底，对，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年初，比特币的牛市就有可能被终结。那当然了，比特币的牛市终结完之后呢，上涨到达顶峰之后，后面还会有以太坊，会有山寨币等等的会接连的轮动。只不过比特币它都是最早的。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掌握住比特币牛市的顶峰的话，会为我们守住非常多的利润。不过我们现在谈论顶峰都还太早因为现在比特币还在非常狂暴的上涨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的2张多单的仓位。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的入场价在$44,900左右，一直拿到现在$7万，已经吃到了$25,000多的涨幅了。那以太坊呢，我们从$2000一路拿到$3600，我们现在总和的利润呢，已经来到了非常非常逼近900万的台币了。那么如果你也对这个收益感兴趣，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就是可以直接提币的。那 OK， 你只要 KYC 入金$50，就送你$50的体验金，已经来到了1:1了。好，那我们最后回到这个盘面上，其实我们到时候呢，我们肯定在要判断是牛市顶峰的时候，要结合比如说技术面数据面等等，才能判断出这个顶峰不过如果我们
能在现在呢，就对这个顶峰会出现的时间点有一个大致上的预判的话，然后再去结合我们到时候的分析，如果能匹配得上，如果能契合的话，那说不定我们真的能完美的抓住这轮牛市的顶峰。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们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